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安哥曾经讲过，要名要利就找马赛蒂，要超要控就找 BMW， 要安全你就要问过 Volvo 了。那讲到安全啊，在我身旁这一台全新 Volvo EX90，它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 Volvo， 因为它有 LiDAR 激光雷达，然后它里面的做工用料，它的铁高刚性的钢材、铝合金等等，它比 XC90 还要安全。那这个是即将会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EX90 111 kWh 的锂离子电池 ，up to 625公里的续航力，11 kW AC 250 kW 的 DC。所以，因为我上一集已经在这个 Volvo Car Malaysia 的总部做了一支简短的这个 spec 讲解。那今天这集我主要会坐在驾驶座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个 EX90 在实际上路的试驾感受。在今时今日442,888块，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你要考虑 EX90？ 哎 ，Let's go！那尺寸上 ，EX90 和 XC90 的轴距基本相同，都在2985mm 左右，但是 EX90 加长84个 mm， 而这84mm 主要集中在车尾后穴，就 rear overhang 的部分，主要是提升了第三排的实用性。第三排直立有365 L 的行李箱空间，比 XC90 多了63公升。那5人座的模式也比 XC90 多15 L， 全部椅子放倒也比 XC90 大。再来 EX90 前面还有37 L 的 frunk 前备箱，这个是 XC90 没有的东西。Alright， Volvo EX90 史上最安全的 Volvo， 同时也是史上最重的 Volvo， 也是史上最强的 Volvo 电动车。所以这一台 Volvo EX90 啊，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 EX30 的大哥哥。然后在 Volvo 家族还有另外一款叫90的大车，就是 EM90。那 EM90 是一个中国限定的车型，在海外市场没有，所以这个 EX90 呢就成为了 Volvo 在美国、在欧洲、在东南亚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旗舰电动车型。所以这一台 Volvo EX90 啊，它基于的就是全新的 SPA2 平台。严格来讲不能叫全新，因为这个 SPA2 也就是 Polestar 3的那个平台，它里面的设备音响系统也跟 Polestar 3非常的接近。这一台 Volvo EX90 啊，我在不久之前已经做了一支这个简短的介绍影片，就大概分析一下了它里面的 spec， 它的第2排、第3排等等。那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 EX90 开出来上路试驾。所以我相信一般上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当然就是价钱，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卖442,888块，然后它比这个 XC90 Facelift TX PHEV 便宜一点点。所以消费者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它的 EV range， 它可以让你行驶多少公里。那这个 EX90 啊，用了一个超大的电池，它是111 kWh 的 battery。那一般上，中型 SUV、中型电动 SUV 的电池大小大概在79到82 kWh， 偶尔会去到90多，那去到超过100已经是非常大，它还要是111 kWh。所以EV range 的话呢，WLTP up to 623公里，但重点不是623公里，重点是那个 up to， 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不轻，它一点都不轻，它的车重是在2800公斤起，2800公斤以上，所以你2800多公斤以上，你这样大的电池，你要怎样知道它到底能够走多少公里 ？OK， City Drive 跟 Highway Drive 有很大的差距。那有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个 EX90 它有在美国市场销售，它是极少数能够在美国销售由中国资本经营的一个汽车品牌呀，它不是中国品牌，
它还是 Volvo。总部在瑞典的 Volvo， 由瑞典的团队负责设计、负责开发的，它是由中国的资本在经营，由中国资本在运营。但是这个车子是在美国的 South Carolina 组装，当然它在中国成都也组装，年尾也会在马来西亚组装。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它在美国销售，因为它在美国市场有立足，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它的 EPA。那续航里程我们知道有 CLTC、NEDC、WLTP， 但是最准、最真实、最赤裸裸的就是美国环保署的 EPA。所以根据 EPA 标准，这一个 EX90 All-Wheel Drive Performance 它的 EPA 是451公里，也就是说它1个 kWh 能够走 4.21 公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make sense， 非常合理的。根据我过去试驾形形色色，长的、扁的、高的、矮的、圆的电动车，1个 kWh 能够走 4.21 公里，绝对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一般上我们讲 sedan 或者更加小、更加轻的电动车，1个 kWh 可能可以走6公里、7公里。再来，你还要有第二个心理准备，就是虽然EPA 是451公里，但是因为锂离子电池的特性，如果你不是 long distance travel， 你不是长途行驶，一般上只会建议你充到80就好了。然后当你用到没有电的时候，不要用到 5% 才去充电，最好是差不多动到20你就好去充电。所以你真正能够使用到的就是451公里，扣掉 20%， 再扣掉 20%， 也就是270多公里左右。所以如果你问我，我经常要跑长途，我要 JB、KL、Penang 的，去买 XC90 PHEV 或者买 XC90 B5， 真的 OK， 不是说它不能够给你 long distance travel， 它可以，可是我不建议你。Right， 你这么要自己找一个烦恼来，而且你买到这个 XC90 TX 的它有71 litre 的 fuel tank， 所以根据 EPA， 它1个 litre 能够行驶 11.1， 再加上它有一个可以行驶77公里的 18.8 kWh 电池，所以综合油电混合 XC90 T8 可以让你走853公里或以上。就算电池没有电了，我相信你要走一个600-700公里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不要有 range anxiety， 你不要有里程焦虑，你直接不要考虑买 XC90 TX。 那如果你是居住在城市，你偶尔才需要走 highway， 偶尔可能1个月1次，1个月2次，1个月来1次。为什么我会讲，如果你是 city drive 买 EX90， 如果你是 highway drive 你买 XC90。那你不要给这个 2.8 吨吓到呀！我知道 2.8 吨很大，我回想起来，我上一次试驾到这么重的车应该就是 Mercedes 的 EQS SUV， 大概是 2.7 吨、2.8 吨。这个东西就这样子了。因为你要知道，电动车它是有 regen 的 ，OK？ 那在 Volvo EX90 这边呢，它有给你这个 Driving Dynamic， 所以你可以去到 Setting。Driving Alright， 所以它有一个叫 One Pedal Mode 的东西，所以它的 One Pedal Mode 呢，你就可以选择 Off， 完全关掉，就好像油车这样子，你松开踏板，它就自己 cruising， 好像怎么讲，就好像汽油车这样啦。但是如果你开 On， 它就马上给你踩 Hard Brake， 所以当你的 One Pedal Mode On 的时候基本上你每一秒都在 Pre Brake 了。然后 Auto 的话呢，就是 In Between，OK， 它会根据你的时速，当然你跑快的时候，像我走这80多，我松开，它不可能 Hard Brake 的嘛，会吓到你，会吓到乘客。Steering Wheel 的话，你可以调整 Soft 跟 Firm，还有 Suspension Feel， 你要 Soft 或者是 Firm。再来它还有 Performance All-Wheel Drive， 所以当你启动 Performance All-Wheel Drive 的时候呢，它就会将前马达跟后马达同时启动，给到你一个571 PS 910 Nm 0到 104.9 秒的加速表现。我只要轻轻的点，没有感觉。2.8 吨的车也是可以给你弹射起步的感觉，一点碰它就飞上去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当你关掉这个Performance All-Wheel Drive 的时候呢，因为它的后马达的 output 是比前马达大的，所以我这样驾，我感觉上它是一个以后马达为主，前马达为辅
当然这个 EX90 啊，如果你问我会感觉到 2.8 吨吗？在直路我感觉不到，因为它有 One Pedal Mode， 也就是讲说，如果我让你开一个2000公斤没有 regen 的车，跟一个2800公斤有 regen 的车，其实2800公斤有 regen 的车开起来会感觉上比较安全，因为怎么讲？因为你在 pre-brake 了 ，OK， 车子它一直会限制马达的输出，帮你去让车子减速。但如果你是一个纯汽油的2000公斤的车，你每一下你都需要靠自己的 brake pedal， 那人踩的 brake pedal 跟电脑的这个降低扭力输出这两个概念来的，你踩 brake 会更加的频密。OK， 你不能够每次都依赖你的 engine brake， 就是 downshift 用你的 gearbox 去拖着车子。特别如果你刚好是 DCT， 哪怕你是再好的这个 Air 变速箱啊，你都会有那种被扯后腿的感觉，扯一下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 regen 做得好，2500、2600、2700、2800、2900，给你3吨啦，我觉得它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你讲 corner 啦，我要高速过弯 ，come on 啦 ，this is a 7C 车位，这是一个7人座的车子，这么重这么大的 battery 要载这样多行李，你不可能像你家 EX30 这样子去烧 corner 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 compromise， 你要妥协，你要折中，我觉得它不会太可怕啦。所以当然 EX90 它可以调整这个 suspension feel， 你可以去到 soft 或者是 firm。当你在 firm 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悬挂是比较精神一点，它比较 alert 啊。OK， 你会 feel 到多一点路感。对驾驶者来讲，如果你不载人的时候，我建议你 setting 去到 firm， suspension 去到 firm。那如果你要载人，你就一次过2个去到 soft 就好了。很舒服，它绝对整个 ride quality 绝对是在 XC90 之上。它够安静，是不是 double glaze？ 是的，很厚的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 laminated glass。 加速当你加速那一刻，跟 EX30 真的没有差别，一个更加高，视野更加好，更加稳，21寸嘛 ，OK， 更加好开的 EX30， 加速，brake， 至于 brake pedal 的话，我就觉得它不是这么自然了 ，OK， 因为你知道吗？电动车就是你已经把你的 brake， 你已经把刹车这个东西交由regen 去分担掉了，所以你不能够像油车拿到这么真实的 brake feel， 这个是你要去习惯，这个是你要去适应的东西。我觉得 EX90 真的是一个一动一静，而且没有奇奇怪怪的那种 fake sounds。加速 ，OK， 宇宙飞船、太空船起飞的声音。现在路况比较好了，加速 ，OK brake。不会说吓到人那种 brake， 加速 ，OK， 这是一个在北美市场、在欧洲市场广泛销售一个 Volvo 的旗舰车型，所以底盘调教、底盘的功夫都要有2把刷子的，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如果你一些车型你只是在亚洲市场销售可能你可以做到很 soft， 你可以做到不准啊，那个 steering。可油那个这不是可有可无，你可以做到那个 steering 好像很模糊这样子，消费者也是买单的，真的 OK， 软趴趴啦，软到真的是完全没有信心的，消费者还是觉得哇，萤幕很大我就买，但是在北美市场，在欧洲市场没有这么好糊弄啦 ，OK， 所以为什么我有这个钱，我不要买新创的品牌，我不要买更大的，我要买 Volvo 尤其这个是 SPA2 平台，严格来讲，它还是一个兼容 PHEV 的平台，它不是一个100%的纯电平台所以你可以买到很多纯电名牌850的车子都可以。那你问我的话，为什么我要买 EX90 而不是其他？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因为这个 EX90 它是一个全球化的车型每一个 brand 都讲自己是全球化，每一个电动产品都讲自己是针对全球市场，但是有多少个真正是受到全球消费者认可，真正是受到车主真实反馈的，我们不确定啦。但至少 EX90 呢，你在驾它的时候，要力有力，要停它可以停下来，要烧 corner 它可以给你最基本的驾驶乐趣。
当然我会选择 EX90 多过其他的 brand， 就是因为这一个车机系统，因为它是 Android base， 它自己就是一台手机，你不用投影 Android Auto， 你不用投影 Apple CarPlay 给你是 wire 的还是 wireless 的 OK， 我觉得一个好的车载系统就是你不需要依赖你的另外一个 device。Let's say 我的 Android 没有电了，我的 iPhone 没有电了，这样我就不能够用 Apple CarPlay， 我就不能够用 Android Auto， 或者说我用这 Android Auto 会耗我手机的电，我还要去插手手机的电。我用这 Apple CarPlay， 我的 iPhone 很快没有电，我还要放一个 cable 或者用一个 wire 去插我的 iPhone， 多一个东西烦恼。但是这种 built-in 的 navigation、built-in 的 Google Map 就没有这个问题 ，built-in 的 YouTube、Android OS 的车机又可以 over the air update。可以 OTA 升级，我觉得这个 EX90 再加上它前面有 LiDAR， 虽然目前马来西亚的法规没有办法让 LiDAR 发挥全部潜力，但它还是有作用的。它可以提升 ADAS 的感知准确率，侦测250米以外的障碍物，还可以强化 AEB 自动刹车的准确性，而且它也支援 OTA， 所以未来是可以解锁 Level 3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虽然 LiDAR 它没有想拜 Akrapovic 真的 Akrapovic 是假的 Akrapovic。你看你家 EV 就是这样啊，你听到清清楚楚啊。你阿拉玛伊利 piston 罢了，没声诶，很薄啊那个声音。哎呀，大声狗，没声狗假死人啊！我讲 ，OK， 我去旁边先，我给他走掉，不然他很影响我讲话。OK， 所以我对于这个 Volvo EX90 的 first impression 啊，我的 first driving impression， 我觉得是它还是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试驾 Volvo XC90 的那一种感觉。这个是2020年款的 Volvo XC90 T8 Inscription Plus， 在雪兰莪州的沙兰进行 CKD 本地组装，售价是409,888块，是我这2-3年以来最满意的一辆 SUV， 最满意的一辆7人座 SUV， 同时也是最满意的一辆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的 SUV。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有，但是它更好 ，it's better，OK？它唯一你要去牺牲掉的就是 range， 因为你没有办法像你家 XC90 这样子，哇，苏嘎走500公里，苏嘎走600公里，苏嘎走700-800公里，没有办法 ，OK？Let's， 我们面对现实 ，OK？ 我们不要去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它是一个电动车，它适合 City Drive， 它不适合 Highway Drive。但你真的要 Highway Drive， 你冲到 100%， 我相信走个300-500公里、300-4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啦，可以，但不建议你每天这样子做。那驾驶可以，车机可以，操控可以，里面的氛围可以，1610瓦，25个 speakers 的 Bowers and Wilkins 下，里面的这种气味、漂流木，这种 aluminium 的盖，然后用的 material 座椅的包覆感等等。至于你说啊没有 button 了啊，调个 steering、调个 side mirror 都要透过荧幕去调整。现在是2025年了 ，OK？ 如果你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改变。用这种一块荧幕操控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它可以减低车子大概30-40% 的 wiring。如果你不是一个荧幕，你有很多的 pedal， 你有 keypad 啦，你有 button， 你可能一个中控台上面就有6-7个 supplier。那这6-7个 supplier 只要一个人缺货，或者只要一个人起价，坐地起价，完蛋，你整个东西的 cost 都会高。那你用一个荧幕做所有的东西之后，你很大的东西都掌控在自己手上，你只需要去做 software update， 你只需要去给它 data， 你只要给它 4G， 给它 5G。当然，商家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没有义务去承担商家的这个cost 不 cost efficient 啦。But as a 电动车的 user，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就调一次吧，好吗？而且你还可以 preset 嘛，你老公上去按你自己的 profile， 全部调好了；老婆上车按一个 profile， 调好了。只有那一种第一次上车的人才要重新调一遍嘛，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it's not a big deal 啦。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太需要去过于担心、过于紧张、过于
过于害怕的东西来的，顺其自然让它完成就好了。所以如果要给我选择2025年我试驾的最好开的电动车，我觉得 EX90， 我不敢说它是 EV of the Year， 我觉得它至少是榜上有名。可能 XC90 在销量上它不足以来跟 GLE、GLC、X3、X5 来比，那 EX90 的销量也可能不会多过 BMW iX、Mercedes GL、Mercedes EQE、SUV、EQS、SUV， 但是我们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 EX90 它是优于 Mercedes 的 EQE SUV 和 BMW iX。为什么？第一，它有 Android； 第二，它的空间够大。你知道吗？后面第二排其实是3个独立座椅来的，后面再给你2个座椅，所以是5个独立座椅。然后中间又有 booster， 适合4岁以上的小孩子乘坐呀，这个就 win 了咯。Mercedes 没有 built-in booster。BMW 没有 built-in booster 呀，你追求 luxury， 你追求 premium， 你追求 performance， 大家都追求这些东西 ，OK？ 但是 Volvo 是从很久以前 Volvo 就是一直是那种我有 performance， 但是我不强调，就像你有一大扎钞票，你不要秀出来给人家看 ，right？ 就是这种感觉。performance come on， 4.9 秒嘞，2.8吨的车4.9秒，如果是别的 brand 吹到天上有地下没有了，可是这种你还去找那个 spec sheet。它到底多少秒啊？Be honest 啦，你看我的 video 这么多年，你看我的表情，你就知道什么叫好的车子，什么叫没有那么好的车子，什么叫精彩的车子，什么叫令人昏昏欲睡的车子。I mean 呀，我表情上给你哇，它很好开，把你看得到的嘛。我呢 ，OK， 现在是70多，有 understeer 吗？因为它 hold 着了，所以它不容易 lose control 加速。哦呼，没有人这样开车的。老婆要生了，你可能会这样开车了。讲到老婆要生了，因为这条是我以前去布查加亚医院的路所以我真的是老婆要生了，这样开她去，载她去生孩子。分加速。我很喜欢这个 mirrorless 不是 mirrorless， 叫什么frameless 无边框的 side mirror， 因为尺寸不用很大，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多东西。因为风阻系数 drag coefficient 风阻系数越低，车子就越省电 ，OK， 车子就越少噪音，车子就越 efficient 越有效率，效率更高。所以全新的 Volvo EX90 从442,888块起，它比 2.0 liter PHEV 的 XC90 T8 便宜几千块，但是更快 ，right？ 非常的快，500多匹马力，910牛车米的0到100 4.9秒。它很重，但是这个重它是多面的，它是 3D 的，它是多元多维度的重，它不是单一的重2.8吨完全不能驾，它是一个可以跟它沟通，可以跟它相处，可以跟它一起去生活的一台车子。生活呀，我终于找到这个 keyword 了。EX90 是一个生活型的电动车，它让你在开它的时候，想着生活，想着 lifestyle 的东西，而不是想着车而已。你甚至不会感觉到自己在开车。OK， 它就是你的一个交通工具。OK，It's not 这不是一个贬义这是一个褒义来的很褒的褒义来的。OK， 所以我是在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和 like 在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就完感。不是累
我是 jet lag 啊，我从这边飞去阿布达比，飞去马德里，飞去波多，从波多然后再飞回马德里，然后再飞去阿布达比，再飞回来 KL， 睡了一个晚上，隔一天我再从 KL 直接飞去巴黎，然后我在巴黎留了2-3天，再从巴黎回来 KL， 然后明天我要去东京。去了东京之后，我要从东京飞土耳其，然后再从土耳其飞去德国，然后我再从德国飞回去，我再从德国去到Frankfurt， 再从 Frankfurt 飞去多哈是 Qatar 啦，然后再从 Qatar 再飞回来 KL， 所以我那个精神状态有一点不懂几点是几点这样子。OK，and cut。